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最近，一位名叫雷达利欧 （Ray Dalio） 的经济学大师在一场公开访谈中发出了一个重磅警告：一场比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还要严重的历史性危机可能正在逼近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达利欧是谁？别急，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雷达利欧是全球知名的投资家，也是桥水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 的创始人。桥水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，管理着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产。达利欧因为对经济周期和债务问题的深入研究而闻名，他写过一本很火的书叫《原则》，里面分享了他对经济和人生的洞察。所以他的话在经济学界和投资界很有分量。现在回到正题，达利欧这次警告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辛苦赚来的钱可能会不值钱了？达利欧在访谈中讲得很清楚，他认为全球经济，尤其是美国经济，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。因为长期积累的债务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危机。这个判断可不是随便猜的，而是基于他对经济历史的深入研究和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。他一上来就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：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大到惊人，想象一下，万亿美元的钞票堆在一起，像一座座高山一样。为什么要用这种说法呢？其实不是为了吓唬大家，而是想让我们意识到，这个债务的数量已经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想象，它的后果也不是我们能轻易想明白的。达利欧的核心理论叫大债务周期，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但别急，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简单来说，他认为经济不是一直平稳向前的，而是像波浪一样，受债务的影响有起有落。他把债务周期分成两种，短周期和长周期。短周期比较好懂，就是经济有时候增长快，有时候会放缓，通常几年一个轮回。比如说，当企业觉得市场很好，就会多生产、多投资，货物多了之后可能卖不出去，就得调整一下，经济自然就会波动。像美国的中央银行，也就是美联储，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控制这种波动，让经济不至于太不稳定。但达利欧更想让我们关注的是长周期，也就是大债务周期。这个周期时间很长，可能几十年甚至更久，涉及到一个国家长期债务的积累和变化，对经济的影响更深远。为了让大家更明白大债务周期的原理，达利欧用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。他把信贷系统比作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，信贷就像血液，流到经济的各个部分，让企业有钱投资，居民有钱消费。适当的增加信贷，就像血液流通得很顺畅，能让经济健康发展。但如果信贷增加得太快，债务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经济本身，就像血管里堆积了太多脂肪，堵住了血流，最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，比如心脏病。在经济上，这种堵塞就是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。达利欧特别提到，美国政府的债务已经大到让人吃惊，每年光是付利息就要花掉1万亿美元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1万亿美元可以做多少事情啊？比如建学校、修路、搞科研，这些钱如果用在这些地方，能让社会变得更好。但现在，这些钱都用来还利息了，严重挤压了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开支。更麻烦的是，美国政府还得不停地借新债去还旧债，因为他们的财政赤字，也就是收入不够花的部分，还在不断扩大。借这么多钱，问题来了，谁会愿意买这些美国国债呢？以前，外国央行、一些国家管理的投资基金，也叫主权财富基金，还有美国的银行、保险公司等，都是美国国债的大买家。但现在情况变了，因为国际关系紧张，大家对美国经济未来的信心下降，还有全球投资策略的调整，这些传统买家的购买意愿都在减少。如果这些买家不买了，最后可能只能靠美联储，
也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用印钞的方式来买国债。这种做法在经济学上有个名字，叫货币化融资。货币化融资听起来很专业，其实就是政府没钱花的时候，央行帮忙印钱解决问题。短期来看，这能缓解国债卖不出去的压力，避免利率突然飙升。但长期呢？这就像往一个水池里不停地加水，水加多了就会溢出来，经济里的水多了就会变成通货膨胀，也就是物价上涨。达利欧提到一个例子，2020年到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，美国政府为了救经济，发放了数万亿美元的补贴，直接给企业和居民发钱。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是美联储印出来的。结果怎么样？物价飞涨，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， 专门用来衡量物价水平的指标，一度涨到 8% 以上，这是几十年来最高的一次。老百姓的钱买不了多少东西，生活成本一下子高了很多。达利欧把那段时间的通货膨胀比作一次心脏病发作的预警。他说，这就像身体在告诉你，经济的心血管系统已经不健康了，债务问题积累得太久，风险正在慢慢浮现。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，真正的大病，系统性债务危机可能会随时爆发。那么，如果债务危机真的来了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达利欧预测，可能会像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那样的历史性转折，但影响会更大，波及范围更广。1971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，彻底改变了全球货币体系。这次，达利欧认为可能会出现几个明显的情况。第一，利率会突然暴涨。市场上美国国债太多，但买的人不够，投资者为了安全起见，就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，这样利率就会被推高。美联储就算想压低利率，也可能顶不住市场压力。利率一高，企业借钱的成本就上升，居民买房买车也更贵，经济活动自然会受到影响。第二，货币会大幅贬值。如果债务危机爆发，投资者可能会对美元失去信心，抛售美元资产，导致美元汇率下跌。不只是对其他货币下跌，更重要的是美元对黄金这种硬通货的购买力会下降。其他国家如果也有类似问题，他们的货币可能也会贬值，形成一种全球范围的货币贬值比赛。货币贬值会让进口的东西变贵，国内物价在涨，通货膨胀就更严重了。第三，避险资产的价格会飙升。货币不值钱了，大家会抢着买一些能保值的东西，比如黄金、比特币，这些被认为是避险资产。这些东西供应有限，政府没法随便多印，所以被认为能保值。大量资金涌进来，它们的价格就会涨得很快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真的有那么大的投资价值，更多是反映了市场的恐慌情绪。达利欧还提到了一种更极端的情况，美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，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，比如重组债务，甚至利用国际冲突冻结或没收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国债。如果真这样做，全球金融体系的信任基础可能会被破坏，引发更大的经济问题，甚至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听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债务危机不是喊了很多年了吗？怎么还没来？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达利欧很坦诚地回答，确实，现在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，但这就像体检发现你的胆固醇超标，虽然还没发病，但风险是实实在在的，而且会随着时间越来越高。我们不能因为还没出事就觉得没事，掉以轻心。那我们怎么判断危机是不是快来了呢？达利欧给了几个信号，
一是看美国国债的供需情况，如果国债发了很多但没人买，或者得靠提高利率才能卖出去，就说明需求在下降，风险在上升。二是看美联储的动作，如果他不得不大规模买国债，说明市场已经失衡，要小心了。三是看利率和汇率，如果利率突然涨得很快，美元持续下跌，就可能是市场在发出预警。达利欧强调，分析债务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数字，要深入理解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，让更多人，包括政府决策者和普通老百姓，意识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，采取行动，避免危机发生。面对这么大的债务挑战，难道我们只能坐着等危机爆发吗？达利欧并不这么认为。他虽然指出了问题，但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。他相信，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他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办法，叫3%解决方案。这个方案的核心是把美国的财政赤字，收入不够花的部分，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， 也就是一个国家一年总共生产的东西的价值的比例降到3%以下。达利欧说，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远远高于3%，而且如果不采取措施，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。如果放任不管，债务问题会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可能收拾不下来。把财政赤字降到3%以下，听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不容易。达利欧提到，历史上美国也遇到过类似问题，但成功解决过。他举了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的例子。当时美国财政赤字也很严重，但克林顿政府通过控制政府开支、增加税收等措施，最后不仅把赤字降下来了，甚至还实现了财政盈余，收入比支出多。达利欧觉得，现在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借鉴这段经验，制定一个类似的计划，把财政赤字降到3%以下。具体怎么做呢？达利欧给了一些建议，主要是2方面，一是省钱，二是赚钱。省钱就是要严格控制政府开支，把不必要的花销砍掉。这需要仔细检查政府的预算，哪些钱花的有价值，哪些是浪费的，得坚决减掉。但不能一刀切，一些对国家长远发展重要的领域，比如教育、科技、基础设施，还是得保证投入。赚钱呢，不是简单的提高税率，尤其是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，税率太高可能会打击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。更好的办法是优化税收制度，比如堵住税收漏洞，让税收更公平，这样既能增加政府收入，又不至于影响经济。除了财政政策，货币政策也要配合。财政上省钱的时候，货币政策可以稍微宽松一点，比如降低利率，保持市场有足够的资金流动，这样可以减轻财政紧缩对经济的冲击。历史上一些国家在处理债务危机时，就用过这种财政紧缩加货币宽松的组合，效果还不错。达利欧特别强调，解决债务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需要长期坚持，也需要政府和社会一起努力。他呼吁美国的领导人能放下党派之争，以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为重，团结起来推动这个3%解决方案。他甚至建议可以把财政赤字降到3%以下，定为一个明确的目标，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，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。达利欧认为，美国经济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，如果能抓住机会，采取果断行动，控制好债务风险，美国经济还是有希望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。但如果继续忽视问题，让风险越积越多，未来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。在访谈最后，主持人问达利欧，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投资家，在现在这种经济形势下，他会怎么安排自己的投资？达利欧反复强调了一点，多元化投资。什么是多元化？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地方，要分散风险。他建议大家构建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，包括股票、债券、商品，比如石油、黄金、
房地产等多种资产，还要考虑不同国家的资产，这样可以降低风险，让投资更稳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达利欧在访谈中多次提到黄金的价值。他认为，在债务风险上升、货币可能贬值的情况下，黄金是一种很好的避险资产，可以在投资中起到稳定作用。黄金为什么能保值呢？因为它的数量有限，政府没法随便多印，而且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可靠的价值储存工具。当货币不值钱的时候，投资者往往会买黄金来保护自己的财富，黄金的价格也就会上涨。不过，达利欧也提醒大家，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在黄金上。即使黄金有保值功能，投资还是要多元化，平衡各种资产，才能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都表现得不错。他还提到了一些新兴资产，比如比特币。比特币和黄金有点像，数量也有限，不会被政府随意增发，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能保值。但比特币价格波动很大，监管也不确定，所以投的时候要谨慎，不能投太多。为了更深入理解3%解决方案的必要性，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现在的财政状况有多严重。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，如果按照现在的政策走下去，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债务会越来越重，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会持续上升，到本世纪中期，美国国债占 GDP 的比例可能会超过 100%， 甚至更高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美国的债务会比它一年生产的总价值还多，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。达利欧还提到，解决债务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事，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。财政紧缩肯定会触碰到很多人的利益，可能会引发争议。如果政府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计划就很难推行。所以，政府需要多和大家沟通，讲清楚债务危机的危害和解决方案的必要性，让大家一起承担责任，共同努力。总的来说，达利欧认为，当前全球经济，尤其是美国经济，面临的债务风险非常大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，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下，要时刻保持警惕，构建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，保护自己的财富。对于政府来说，达利欧的3%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思路，帮助摆脱债务困境，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。最终，美国能不能走出债务危机，关键在于政府和社会能不能团结一致，采取果断行动，把3%解决方案变成现实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还可以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想法，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